男人将昂贵的护肤品涂抹在脸上以作伪装，接着再来到客厅，将大量的武器揣在身上，因为他将要在这个月黑风高的暴雨夜进行一场盛大的复仇猎杀。不过多时，一辆皮卡缓缓开到了别墅前，车上下来了4个身穿防护服的杀手，为首的正是克莱娜的侄子道格。他们收到消息，杰克晚上会来这里搜查，于是便想趁机在此除掉他。只是他们不知道，现在猎手与猎物的身份已经互换。随后，道格来到别墅前，撬开了大门，接着招呼几人开始在屋内搜寻杰克的踪迹。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杰克此时已经将目标对准了他们的司机。杰克没有丝毫的留手和废话，短短2招直接送司机上路。这时屋内的杀手还在搜寻杰克，突然一名队友发现屋外的皮卡居然亮起了双闪，他以为司机是有什么消息要汇报，于是便派出了1名同伙出门查看。然而杰克早已在此恭候多时。杰克果断下手抹掉了对方的脖子，随后借着暴雨声将尸体丢进了皮卡后厢。此时别墅里的杀手还在无脑搜寻着杰克，浑然不知死神已经慢慢向他们靠近。杰克下手干净利落，再次解决掉了1名杀手，随后立马消失在光影之中。另一名杀手下楼看到同伴尸体旁有着大量明显的脚印，于是便警惕地朝着前方走去。然而没想到脚印却在这扇门前消失，他猛地将门给打开，却只看到了一双50码的大鞋。现在只剩下杰克和道格2人，枪没有了子弹，他们便在屋内展开了搏斗。道格不讲武德，抄起了撬棍，一时劲打的杰克落入了下风。此时的杰克只想一击将对方毙命，但捡枪的过程中却被道格给扑到了屋外，并且枪还被撬棍给打入了水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杰克倒下，他躺在泳池里吐出了大量的鲜血。道格以为自己要赢了，于是一把跳入水中，企图将杰克淹死。然而没想到杰克却突然醒了过来，他一把推开撬棍，与道格在水中再次展开搏斗。这时的杰克已然有点力不从心，但他却刚好看到了掉落在水池里的手枪。鲜血染红了整个水池，同时大雨也洗刷掉了他们的罪恶。等杰克缓过劲后，他没收掉了所有掉落在地的枪械，将其全部放入了自己车的后备箱。现在的他只想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毕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然而没想到换衣服时，他却发现哥哥留下的那张纸条居然被大雨给淋到模糊。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好似茅塞顿开，立马打电话给了正在皮卡德家中的罗斯，因为杰克想清楚了克莱纳究竟是如何造出的假钞。每刀相比其他货币不同的地方，就是1刀和100刀的纸张大小是一样的。杰克推测克莱纳肯定是掌握了某种技术，他们先是利用保罗银行货币经理的身份，在世界各地购买回收1美刀的真币，然后再用自研的技术将其漂干印上自己想要的面纸，但这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料，从而导致整个河流下游被污染。这也解释了当初克莱纳为何会谋杀环保局的警员，因为对方肯定是查到了一些端倪。事后克莱纳知道排污水会遭到警方的怀疑，于是便换了种方式处理废料。杰克之前在修车行拿车时，曾看到有员工用猫砂处理漏在地上的机油，因为猫砂里含有大量硅藻土，是一种具有吸收性的凝结剂，而动物饲料中同样也含有硅藻土。于是克莱纳为了避免被警方怀疑，专程养了116头牛，从而光明正大的购入大量的动物饲料，并且由于牲畜数量不到120头，在法律规定下便不会有人前来搜查，他们只要将最后产出的废料埋在农场下的土壤里即可。然而现在虽然有了合理的推断，但杰克等人还需直接的证据才能提交联邦调查局立案。他联系探长一同前往卓布林的车库中再寻找一番，可此时探长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旅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批杀手。男人将旅馆内的电视声音开到最大，接着再从衣柜中拿出挂衣服的钢管，开始朝着连接隔壁的墙疯狂打砸。因为他发现自己居住的旅店外突然出现了几名杀手，然而没等他砸出一个入口，门锁却突然传来了被撬动的声音。现在的他为了逃命顾不了那么多。What the hell? I'm a cop. Call 911. 幸好隔壁房有一扇通往侧面的窗户，他成功翻窗出来，在暗处观察杀手。等到对方全部进屋后，男人一个箭步冲回了自己的车上，赶紧发动引擎，猛踩油门逃离这里。临走时，他还不忘给杀手们的车胎放个气。杀手们眼见无法追上男人，只能先行离开此地。而此时已经安全的探长却突然拿起了电话。Thanks for the assist. Anytime, Finley. See you, Jobless. Be there by morning.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杰克在电话中指导着他。可第二天两人来到卓布林家见面时，却发现就在昨晚探长被追杀时，这里被人放了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万幸卓布林的妻子已经回了娘家，无人受伤。然而杰克却再次发现了疑点，他拿出哥哥留下的纸条告诉探长，上面写的是卓布林夫妇的车库。可就在之前与卓布林妻子的谈话中，杰克能明显感觉到两人的感情相处并不融洽，所以他认为纸条上的卓布林夫妇或许并不是他们。 Parents' house. Keep telling you, Finley. I know details matter. Let's go. 等他们来到卓布林父母的家中后，探长惊讶地发现车库里竟有一个印着克莱纳工业的箱子。杰克立马掏出小刀划开封条，随后将其全部倒在了地上。大量的假钞蜂拥而出，映入两人眼帘。这下他们终于有了能扳倒克莱纳的证据，也算是没有白费这段时间的努力。杰克让探长赶紧去联系联邦调查局的皮卡德，自己则留下来收拾这些假钞。等到一切就绪后，几人约好前往一处林间小屋见面。此时杰克突然接到了战友内格利的电话，内格利查出了之前杀害环保局警员的凶手，没想到居然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然而对方已经在不久前死于癌症。 只不过他还有一名搭档。But his old partner's the hero. We can question him. He's based out of the Atlanta field office. Guy named... Picard. How the hell did you know that? Lucky guess. Gotta go, Neely. 杰克怎么也没有想到，帮助了他们这么久的皮卡德，居然也和克莱纳工业同流合污。此时，小克莱纳突然拿出了一则视频。Richard, they want me to tell you to do what they say, or me, Harley and the kid, they're gonna do to us what they did to Morrison. 这群人渣并没有打算在此杀掉他们，而是威胁杰克准备利用他的追踪能力，找到已经逃离了许久的保罗。杰克本想直接和他们鱼死网破，但没想到小克莱纳却为了装逼说出了所有真相。I killed my father. I hired Picard's partner to go kill that agent in Memphis, and I sent Dawson down there to make sure it was done right. I killed Joplin. I had that bitch killed in the subway. And I killed your brother. 此时，原本冲动的杰克抑制住了内心的怒火，因为他知道只有保持理智才能帮助哥哥报仇。于是，在皮卡德持枪的威胁下，两人踏上了寻找保罗的路。临近傍晚，杰克以需要静下来思考为由，让皮卡德带着自己来到了一家餐厅。他大致说出了自己的推断：保罗极有可能在奥古镇的某家旅馆中，因为这里毕竟还有家人，他也不敢跑得太远。就在此时，服务员将甜品端了上来，杰克找准时机，一把推倒了面前的咖啡。借着众人视线被吸引之际，他迅速抄起了一把叉子，随后在出门离开时，将叉子径直地插在了后车胎上。等到了深夜，杰克告诉皮卡德，车胎一定是漏气了，这样下去肯定没办法开到奥古镇。没办法，皮卡德只能让杰克将车停在路边。You think I'm gonna leave you alone here while I go and change the damn thing? Get to work. 只见杰克下车，打开了宾利的后备箱。幸好上次没收掉了那些杀手的武器，在此刻终于是派上了用场。之后两人背靠背进行一番商量后，想出了一个对策。Go on one. We raise our guns up over our heads. On two, you lay him on the trunk. I know what a gun hit metal sounds like, so don't you fuck with me! And on three, we stand up and face each other, hands up. 说罢，两人便开始数数。One. Two. Three. 杰克站起身查看，发现皮卡德已经不见了踪影，追杀他并不是当务之急。于是杰克立马开车来到奥古镇上的一家旅馆中，找到了保罗。因为杰克搜查了一圈，发现只有这家旅馆不需要登记身份。然而此时另一边的探长却在遭受着黑警无情的折磨。I gotta say, you lived tougher than I thought you were. You're exactly what I thought you were. 这个无恶不作的黑警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Duck and cover. The hell does that mean? 有些人你就算是提醒了他，他也会被自己的傲慢给害死。救出了被困的探长后，杰克立马招呼同伴开始搜刮警局内的武器。因为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杰克将带队和克莱纳工业正面硬刚。战友内格利在厂房外架起了大局，只是一瞬间，两名巡逻的人员便见到了自己的太奶。另一边的看守听到了声响，正要去查看，杰克直接冲上去对着对方的腰子猛扎。
这下厂区外侧的威胁已经解除，杰克为了制造混乱营救人质，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倒在了厂房后门。可就在他准备点火时，探长却拦住了他。只见探长从地上的尸体中摸出了一包香烟，他表示自己已经戒烟多年，如果今天是最后一战，那他一定要让自己爽上一把。杰克为探长点上了火，随着一口深吸入肺，探长直接将烟头丢进了汽油之中，大火伴随着浓烈的烟雾，瞬间便让厂房内发生了混乱。而杰克与战友们则趁此机会开始了一场屠杀表演。他和探长在地面打游击，内格利站在高点为他们做掩护。本就是退役兵王的杰克，处理这些不法分子根本就是降维打击。此时厂房的另一边，保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2个孩子，但就当他要解锁时，门外却突然出现了一名大汉。在亲情力量的加持下，他开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枪，随后赶紧带着孩子们撤离到了安全地区。此时杰克也找到了被关押的罗斯和查理，将手铐解开后，杰克递给了罗斯一把手枪，让他带着查理一起突出重围。罗斯毕竟也是名出色的警察，对待这些不法分子他没有丝毫手软。在走出了消防通道后，查理终于见到了自己久违的丈夫，然而此时罗斯却折返了回去，他要与杰克等人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不知是不是命运作祟，3人皆在此遇上了自己的仇家。探长在一个拐角处碰上了曾经的好友皮卡德，对方突然袭击打得他猝不及防，导致在近身搏斗中落入了下风。但此时他却看到了杰克在对方身上留下的弹痕。此时另一边的罗斯也碰上了市长，面对这个杀害了自己亲人的凶手，罗斯早就想杀掉他报仇雪恨。已经50多岁的市长当然不是他的对手，3两下便被制服铐在了栏杆上。不服气的他还想去捡枪，殊不知罗斯已经瞄准了他。随后内格利在门外呼喊接应他们，厂房内烟雾太大，必须赶紧撤离。现在里面就只剩下小克莱纳和杰克，2人在烟雾缭绕的工厂内对射。但此时杰克却发现手枪没有了子弹，于是他想了个方法吸引对方。他拿起一包动物饲料，将其撕开压在铲子上。不过多时饲料流干，铁铲掉落在地，发出的声响真就吸引了小克莱纳的注意。杰克找准机会从烟雾中冲出，与对方展开了近身战。就凭克莱纳的这副小身板，根本就不可能是杰克的对手。这种常年在家娇生惯养的公子哥，死到临头也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杰克将小克莱纳一脚踢向了火堆，看着对方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在大仇得报的那一刻，厂房内也发生了最后的爆炸。烟雾散去后，杰克从灰烬中走了出来，他和罗斯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终于落下了帷幕。It's over. 事后，罗斯希望杰克能留在小镇帮助他重建，但杰克以自己流浪惯了为由拒绝了他。随后，他将自己外公的那枚勋章埋在了哥哥死去的桥下，接着便再次踏上了他的流浪之路。属于杰克的故事并未完结，传奇还在继续。